剑神也出现了陈秘技九星连环了。九星连环，惊鸿。天哪！九剑归一，神了，神了！我宣布，本次射箭世界冠军的获得者就是大夏剑神袁飞雪。太棒了！我们大夏野剑神在，剑道永不凋零啊！那如果剑神倒下了呢？有人给我下毒！苏林，苏林，醒醒，醒醒啊！我不是被毒死了吗？怎么还活着？2025年，20年后，我这是重生到了一个叫苏林的人身上。我不练了，我要退出健身队，我也退出。10年了，每年都输得像狗一样，这屈辱我受够了。都闭嘴！你们说出这样的话，对得起健身队3个字吗？凌云姐，我们也不想这样呀。可自从剑神死后，健身队屡战屡败，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支女子电队了。不，我们还有希望。只要你们苦练老馆长留下的剑道障碍关，就一定会赢的。凌云姐，这道剑道障碍关太难了，我们实在做不到呀。对不起，凌云姐。10年后的大夏剑道竟如此艰难了。好，你们都这个态度是吧？既然这样，剑神队3个字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我现在就去拆了这块牌匾。哎，凌云姐。这道剑关很难吗？这质量也太差了吧！那是我的弓，你一个清洁工居然敢破坏我的弓！算了，都要解散了，这弓断了就断了吧。呀，都在呢。王涛，你这个叛徒，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赶紧滚出去！小师妹，你的脾气还是这么暴躁的。是他，你想干什么？这是剑道协会认证挑战权。按照当年剑神立下的规矩，今天我们过来踢馆，你们要是输了，就得乖乖把剑神馆让出来。你无耻！当初的我实在是太狂妄了，居然立下这样的规矩。不过也好，今天正好新仇旧恨一块儿算。我劝你们还是别硬撑了，现在剑神队就剩你们几个娘们了，能成什么气候？剑道是男人的游戏，你们女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回家照顾孩子，伺候男人吧。女人怎么了？想当年剑神也是女人，反倒是剑神陨落后，你们这些男人一个一个跑得比……我是谁？说出来吓死！装什么呢？你个清洁工也敢出来指手画脚？你们剑神队还真是人才济济啊！不废话了，是你们自己把牌匾摘下，还是我来帮你们？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只要有我在，谁也别想动这里。臭娘们，你个扫地的我还给你脸了是吧？住手！你不是说要比试吗？我答应你，怎么比？很简单，
就比闯3关。什么？闯3关？闯3关可是剑道中你是最难的，搞不好第3关会死人的。你们是在害人吗？闯3关对于你们这些娘们来说呢，当然，但对我们战神队来说，那就是小菜一碟。王涛，给他们打个样，千万别让别人说我们欺负女人。得嘞，小爷我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看清楚了，3关第1剑，重剑无锋。哼，这几个叛徒的水平几斤几两，我们可太清楚了。他肯定射不进去，等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哦。3关第1剑，重剑无锋。规则为用一支没有箭头的箭，以最大力度同时动传7个箭靶，方为破关。这怎么可能？不好意思，献丑了。你肯定作弊了！你才离开健身队不到半年，怎么可能会有如此长进啊？那是因为你们健身队垃圾，成天都练着什么破玩意。莹莹，别说了，让我来。王涛，真当你的狗眼好好看清楚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到底谁才是垃圾。过一姐加油！重剑无锋，放放！赢了，霍雨姐好棒！看见了吗？我霍雨姐的剑都插进墙里了，这才是真正的重剑无锋。你们这几个垃圾，学着点吧。你得意什么？现在只是开胃菜，接下来还有2场。不错，真正的碾压正式开始。张玉，你来，好好给他们点教训。好。1个、2个、3个、4个，你们一共4只菜鸡，这一局你们哪只菜鸡上啊？混蛋！我来和你比。慢着，莹莹，别冲动，你不是他对手。谁是菜鸟？比了才知道。这一局我跟你比。不愧是队长，有些胆色。不过一会儿你要是输了，别哭鼻子哦。少废话，你到底还比不比了？行，既然你这么着急想输，那我就成全你。看好了，3关第2剑，万箭归宗。规则在数百枚花瓣落地之前，挑出红色，并将其射中，以射中数量多少定输赢。又是你这清洁工，怎么着？你们健神队是真没人啊？你们要是输不起啊，就直接认输呗，找个清洁工来背锅。这还是当年的健神队吗？我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你们连一个清洁工都比不过。小林，别冲动，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苏林，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添乱了。林队长，想好了没有？要不你们还是认输吧，免得一会儿输了，我们还要过去扶你们。我们健神队的字典里没有认输2个字。是吗？那我们拭目以待吧。万剑归宗。你们不会以为你们真的赢了吧？你们要不要再仔细看看剑法呀？对呀，数量是够了，可是颜色不对呀，
怎么还多出2片呀？什么万剑归宗啊？我看就是大杂烩吧。不好意思啊，杨队长，你输了。输了又怎么样？还有第3局，我们还有机会。我早就说过，剑道是属于男人的游戏。男人的游戏？可我怎么记得你也是剑神这个女人的手下败将呢？袁飞雪那个贱人已经死了，给我闭嘴！死了又怎么样？我们还活着，她永远活在我们这群女剑手的心中。没错，我们还活着。难不成你们想比第3剑？当然，这是比赛，当然要比完。既然你想比，那我就成全。签了生死状，第3关生死各由天命。生死状，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来人，上诸神阵！看来我不在的这时，剑道发生了很多事儿，居然出现如此残忍的比赛方式。 30件机会，谁先射中靶心就算谁赢。念在你们是女人的份上，这一局你们先。果然不要脸，明明是自己怕死，还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怎么怕了？怕就赶紧认输，然后从这里场馆滚出去！闭嘴！这一届我和你比，既分高下，也决生死。行了，苏林，这都生死存亡的时候了，你就别添乱了。开始吧。这诸神阵果然名不虚传啊！每一颗球体都是由特殊材料组成，任何物体触碰到都会原路加速返回。我看你们还是放弃吧。做梦！剑神队可以战败，但绝不认输。这一次我来。我们不比了，认输。什么？认输？认输晚了，生死状已签，第3局必须比完。不比了，健身馆送给你们。不可以，队长，健身馆不能给他们。你还不明白吗？他们不是冲着健身馆来的，是冲着我们来的。他们要毁掉大家最后一支女子射箭队。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么多年，他们一直活在剑神这个女人的阴影下。他们毁不掉剑神的成就，就想毁掉剑神的剑队。你放屁！袁飞雪当年是因为我父亲的偏心，才会有如此成就。就算他现在活过来，我也不惧。是吗？那他如果真的活了，你当真不惧他吗？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这哪有你说话的份？滚一边去！清洁工？那我今天就以清洁工的身份挑战你们全部，就比这生死剑阵，你们敢吗？苏黎不可，你不会射箭，这会出人命的。凌云姐，放心吧，这么多年我在剑馆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不少射击和剑术。现在你们都受伤了，为了剑神馆，这次让我来。不行，只要我们还在，就轮不到你上。相信我，我可以的。袁，这一届我和你，但是我有一个赌注。一个小小的清洁工，拿什么跟我加赌注？用我的命，怎么样？你敢吗？哼，你的命很好，我正好想弄死你。说吧，你想怎么赌？很简单，如果我解了这诸神剑阵，你们不但要滚出去，还要在剑神馆面前磕100个头，然后告诉大家剑神当年真正的死亡原因。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要你告知世人，当年是你下毒害死了剑神。你放屁！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不愧是袁家人，够招。队长，给我吧。苏黎，你疯了！相信我，今天我要让这群自以为是的男人好好看看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慢着，话先说清楚，若诸神阵没解，这28箭必须全部射完。不可，会把人射成马蜂窝的，不死也会重伤。
你快退下！区区诸神剑阵，何须28剑？一剑即可。相思兮长相忆，游龙。长相思兮长相忆，游龙。我是谁不重要，但是现在请你履行你的承诺，跪下磕头，然后告诉大家袁飞雪当年的死因。哼，你们就是运气好，侥幸赢了我们，想要我们跟一群娘们下跪，做梦去吧！你们袁家在剑道界好歹也算举足轻重的大家族，如果今日我把你出尔反尔的事情捅出去，就不怕你们袁家在剑道界没法混下去吗？剑道以诚信当头，谁若违背，定当受到整个剑道圈的打压。这可是整个剑道圈公认的规矩。你难道想挑战这个规矩吗？少跟他们废话，我现在就曝光他们。慢着！好，我跪！元哥，这别废话，都给我跪下！男儿膝下有黄金，怎可向一群娘们下跪？是他，爸，这群娘们可作弊赢了我，现在又逼我们下跪，你给我们做主啊！没用的废物，连一群女人都对付不了。爸，是他们使诈！哼，回头再给你算账。你们跪下，给我儿道歉。袁家主，你这是何意？你们靠着作弊胜出，不仅侮辱了剑道，还逼我儿下跪，难道不该道歉吗？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作弊了？明明就是他输了，不信守承诺。难道你作为剑道老前辈，也不守规矩吗？规矩？跟你们这群女人，你要讲规矩吗？没想到这种话竟然从你袁家主的嘴里说出来，就不怕我们把今日之事捅出去吗？就是，到时候让你们袁家颜面扫地。真是想不到，袁飞雪剑神那么好的人，居然有你这种垃圾父亲！住口！别在我面前提那个贱人，那就是我袁家的耻辱。袁家主，我想问你一句，袁飞雪当年到底哪里给你丢脸了？她在剑道界取得如此成就，怎么就成了袁家的耻辱？那又怎么样？谁让她是个女人？如果不是她，剑神就是我儿子袁恩。难道袁飞雪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是又怎么样？她本应该好好摆正自己的位置，平平淡淡的长大，然后找个人嫁了。可她偏偏要学人家研究什么剑道，像这样不守妇道的贱人，难道不是耻辱吗？一派胡言！是谁规定女人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在你觉得只有儿子才能优秀，那为什么当年的剑神是袁飞雪，而不是他袁恩？给我住口！一个小小的清洁工也敢在我面前造次？我知道了，因为你的儿子他就是个废物，他这一辈子都当不了剑神。哎呀，东西，你给我住口！怎么戳到你痛处了？还有，当年剑神意外中毒死亡，难道是你下的毒？一派胡言！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你害怕被我说中了是吗？混账！你找死！你小心！一剑乾坤一剑天，青火！我让你！恩哥，我老婆快生了，我先撤了。我等你个肺呀！我做你生爱就冇屁眼啊！耶，我们赢了！6年前好样的，射死这群普信男！小林，你太棒了！剑不是你乱杀无辜的武器，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滚出这个圈子。你
刚才用的是青鸾13剑，这是我袁家的剑法。你是什么时候偷学的？袁家的剑法，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这青鸾13剑是袁飞雪所唱，是属于袁飞雪的。笑话，袁飞雪不是袁家的吗？是吗？那你去问一下袁家主，当年是怎么把袁飞雪赶出袁家，又是怎么亲手逼死的袁飞雪亲生母亲？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对我袁家的事情这么清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这么做，难道就不怕剑神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吗？你别血口喷人了，就是那个贱人仇敌太多了，才会被人下毒害死，跟我们袁家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就是你们袁家的覆灭之日。今天算我栽了，这件事我们没完。这剑神馆我袁家要定了，我们走。站住！想走可以，他先给我跪下！你他妈有完没完啊？还想让我给你下跪？怎么可能啊？不跪也可以。哼，臭娘们！你如果躲得过我这一剑，你就走。放肆！你想干什么？愿赌服输，我数3个数，1、2。慢着！让他走，这东西给你们。锦标赛邀请函？没错，你们剑神馆已经连续3年没有参赛资格了吧？用这邀请函换他离开，你们值得。区区邀请函，我们不在乎。苏玲姐，我们需要这个邀请函，要不还是放他走吧。罢了，你们走吧。走。臭娘们，这是没完！想不到我们剑神队如今却沦落到如此地步，参加比赛还要受人恩惠。说这些没用，要想扬眉吐气，必须得用成绩说话。还有3天就是锦标赛的开赛日了，我们还是商量一下比赛的事情吧。按照规则，参赛队伍人数必须4个人以上，可是我们现在只有3个人，加上我，不就是4个人了吗？我们也很想让你参加比赛，但是参赛者必须要有剑道协会颁发的资格证才行。没错，此证非常难考，就连今日被誉为剑神传人的小李广花荣，他也花了2周的时间。可是现在我们只有3天了。小李广花荣，这不是当初跟在我后边，天天吵着要拜我为师的小屁孩吗？1天之内，我拿证回来见你们。老师，这是我们资料啊。哟，女的来这干什么？美女，你也来考证啊？我看一女的舞刀弄剑不合适吧？去跟哥哥玩会儿。滚开！你好，我要报名。去，一边去！女的考什么剑道证？谁规定了女的不能考证？怎么，你这是在质疑我？考场的规矩我说了算，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不过你要是懂规矩的话，也不是不行。有病吧你老流氓！给我道歉！哎呀，我去！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你还想不想参加考试啊？我再说一遍，给我道歉！哟，这不是苏林吗？几年没见，怎么这么装了？人家吴考官摸你一下怎么了？还以为自己是贞洁圣女呢。这就是这具身体的那个渣男前男友。你疯了？打我干什么？因为你嘴贱，欠打。靠！一个老子玩过的死3-8还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如果再嘴贱的话，就不是1巴掌这么简单了。张少，这个就是你之前说那个天天追着你舔的前女友啊？哼，老子当时看他可怜，才陪他玩了一阵儿。真是一副让人恶心的嘴脸啊！当初可是你像狗一样黏着我，后来被我甩了，就在外面造谣我、污蔑我，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你放屁！明明是老子甩的你。跳梁小丑不敢承认了，难道还要我把你脱光衣服跪在我宿舍楼下求我复合的事情告诉大家吗？ 4-3-8，你闭嘴！
你敢动手，就废了他。好，好，算你狠。今天先放过你，我倒要看看这考试你怎么过。奉劝你一句，对女生说话要记得口下积德，不然什么时候断子绝孙了都不知道。报名，登记。好，好，好，我马上登记。好，苏小姐，您可以参加考试了。为什么？为什么？射箭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不是箭射在箭靶上就可以了。郑兵，给他演示一遍。好，那我就发发善心，给你演示一遍，你看好了。考生郑斌分值超过8分，通过。准！哇塞，看到没？这才叫剑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拿出来丢人啊！三脚猫，你怕是没什么见识吧？8分足以在今年拿前3的成绩了。以你的实力，我看最多也就2分吧。是吗？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赌我能拿多少分？赌就赌，要是你能拿到8分以上，就算我输；要是你输了，就穿上比基尼，给我们跳个钢管舞。可以呀，赌啊，小美女，这必须得赌啊！咱们大伙都知道，这张少的剑术啊，是输了名的弱呀。你就算是蒙着眼睛跟他比，你都能赢。对，我坐镇，张少的剑术啊，也是有多差有多差，你绝对能赢。一群无知的流氓！如果我真赢了怎么办呀？要是你真赢了，那我们就所有人给你跪下道歉。好，不过不是8分，我要赌的是拿满分。如果我赢了，就让我废了。你能拿满分？别开玩笑了，满分？我看你是疯了吧？你可知道，能拿满分的只有1人，那就是当年的剑神袁飞雪。难不成你是剑神转世啊？我就是剑神转世，你敢不敢赌？好一个剑神转世！我跟你赌，要是你赢了，我自己动手；要是你输了，你就把自己扒了，给大家伙看个遍。这个提议好啊，张少，这个提议好。等着吧，老子让这死3-8心服口服。第一剑，断心丝。哇，这个剑法好啊！第二剑，乾坤串。你又射中了，好，真准。第三剑，百步穿杨。好，太牛了！8.9分，我靠，这可是近5年来最好的成绩了。怎么样，剑神转世？对我刚才的剑法有没有什么想说的？我认为很垃圾。你什么意思啊？哎，张少，别冲动。这女人啊，就是嘴皮子功夫厉害，咱们不用跟她一般计较啊。就是。我看这个苏大小姐，也就是嘴上功夫了得。不行，你让大家伙见识见识。那既然你们都这么无耻了，那如果待会儿我赢了，我就挨个射你一箭。好啊，你只要能拿满分，你别说射我一箭，你就是把我射成马蜂窝都行啊。对，如果你待会儿能赢的话，我们让你随便射。但是你要是赢不了的话，那就得让我们射了。一群无知的登徒子，你们给我看好了！
啊！满分，真的是满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一定是幻觉！怎么可能会有人射出如此精妙的剑法？你一定是作弊了！自从8年前剑道考试出新规以来，最好的成绩也就是花荣会长射出的9.9分。你怎么可能会达到满分？这绝对不可能！事实就是如此，他就是满分。花会长，花会长，苏小姐你好，我叫花荣，是剑道协会的轮值主席。刚刚你的表现我在监控上都看到了，很棒。没想到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那个鼻涕虫，竟然长这么大了。没想到你长大之后还挺帅啊！我们以前认识吗？没什么，我就是随便说说。花会长，既然你看到了监控，想必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吧？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第一，履行赌约；第二，退出剑道。苏小姐，都怪我刚刚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我真的很热爱剑道，我不能退出啊！我错了，我真是错了。苏小姐，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不想退出剑道。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们真的很热爱剑道吗？是，很热爱，很热爱。好，那你们就站成一排。苏小姐，这件事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做人当以诚信为本，连人都做不好，还学什么剑啊？该怎么做，你们自己选。这个阵，老子不考了。苏林是吧？你给我记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的。我自己管，我自己管。怎么，你还不走？我张鑫从小热衷于剑道，我曾经发过誓，为剑道生，为剑道死。今天我是绝对不会退出剑道的，哪怕是死。动手吧，想让我张鑫退出剑道，做梦！苏小姐，考生是签了生死状，但张鑫是年轻一代中不可多得的好苗子，所以还请你手下留情，至少给他留条性命吧。花会长，不用替我求情了，我张鑫堂堂男子汉，顶天立地，是绝对不会屈服给一个女人的。这是你自找的。记住，你脸上的这道疤是我留的，希望你能学会尊重女人。什么？最快也要2周才能拿证？我今天一天全部一次性都考完不行吗？抱歉，苏小姐，剑道资格证的考试科目繁多，而且很多科目都是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去做调整的。不过以苏小姐的实力，要不了2周。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锦标赛3天后就要开始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件事儿我也无能为力。对了，我想起一件事儿，想要1天拿证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你是说幽冥玉吗？这也算办法吗？等于没说啊。说的也是，幽冥玉是剑道禁地，已经很多年没有开放过了。幽冥玉，这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剑魔吗？以前听说过，传闻此人的剑术已经到了神魔俱灭的地步。那如果通过幽冥玉，是不是可以立刻拿证？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不过不大可能。我要挑战幽冥玉。苏小姐三思，在这之前，幽冥剧一共进去过3个人，到现在没一个出来的。苏小姐，如果你只是为了锦标赛就要拿性命去赌的话，我个人觉得很没有必要呀。如果是为了比赛，当然没必要。但是我的朋友现在需要我，这很有必要。花会长，麻烦你了，我先回去准备一下。花会长，怎么了？没事儿，只是感觉他身上的味道很熟悉。什么味道？香水吗？是绝非血的味道。苏小姐，你记住，剑魔的实力远比传说中的还要强。
并且他从来都不会留手，一旦踏入这个门，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了。晚辈苏林特来拜访，还请前辈赐教。剑魔招招狠毒，毫不留情。但是剑不是乱杀无辜的武器。错，乱杀无辜的不是剑，而是人。难道你忘了上一世是怎么死的了吗？剑神袁飞雪。你怎么知道我是袁飞雪？我知道的事儿还有很多。其实我在这里就是专门为了等你，因为我知道剑神一定还会回来的。等我？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前辈，还请赐教。现在知道叫前辈了，不过暂时我还不能告诉你。那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告诉我？很简单，给你9剑的机会射灭我面前的蜡。可是这样会伤到你的。在这世界上还没有一支羽箭能伤我分毫。那就请前辈赐教。青鸾13箭，9星连珠，迎击！魔神在身，杀！落！为何不躲？因为我要赢你。如果连命都没了，你拿什么赢？那可未必。抱歉，前辈，我刚刚只射了8箭，还偷偷藏了1箭。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没想到你已经练成了炼气成剑的境界，有勇有谋，了不起！前辈，现在可以告诉我上一世被毒杀的真相了吗？抱歉，我不能告诉你。你耍我！我如果是为了耍你，又何必在这里等你5年呢？那到底是为什么？其实真相我也不知道，但你知道。我知道。没错，你自创的青鸾13箭独步天下，几乎无解。不过仍有一处漏洞。什么漏洞？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等你什么时候悟出了第14箭，那天就是你的剑术大成之日，同时所有的谜底也将全部揭晓。袁飞雪没有完成的使命，那就留给苏林去完成吧。前辈，前辈，14箭。会长，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这里等下去没什么意义。早知道不让他进去了。我们大夏剑道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像他这样的天才了。他已经很不错了，从踏进幽冥域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赢了。可惜，天妒英才啊！再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除了剑魔自己，整个天下没人能活着从幽冥域出来。鼻涕虫，我现在可以拿证了吧？可以，当然可以。秘书，快给他颁布最高等级的证书。好。等会儿，你刚刚叫我什么？鼻涕虫啊！你小时候鼻涕可是一直没有停过。不可能啊！只有一个人这么叫过我。
你究竟是谁？等我做完我该做的事情，你会知道的。我先走了，赛场见。难道他没死？下面有请剑神队出场。哟，我们的剑神队还在呢！哎呀，好几年没见了，我以为倒闭了呢。喂，3个美女，你的裙子好短，哥哥好喜欢。哎，这群王八蛋！你沉住气，我们是来比赛的。3位美女，女子剑队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比赛了，你们是怎么想到来参加射箭比赛的？众所周知，女子不太适合射箭这个项目。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因为我们曾经的会长剑神袁飞雪当年一人一功名扬天下，凭借一己之力让沉寂多年的大夏剑道重新复苏。然而自从他陨落过后，大夏剑道每况愈下。作为剑神队员，我们应该站出来了。听你这话，是觉得我们男射手不行了？错，射箭运动从来没有男女之别，反倒是你们口口声声看不起我们女生，可你们却忘了，当初是袁飞雪这个女人拯救了大夏剑道。她只是运气好而已。运气？连续5年的冠军，你竟然敢说是运气？有本事你也拿过冠军试试！好你个伶牙俐嘴的臭3八，看来怎么让你哭？等会儿让谁哭还不一定呢。你们现在只有3个人，连参赛资格都没有，你们还是先想想办法把人凑齐了，再来说谁哭的事。我们请的外援呢？他不是说早到了吗？人呢？饭呢？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你怎么才来呀？这比赛都快开始了。昨天跟几个娘们喝多了点。什么？你明知道今天要比赛，干嘛还出去喝酒？你什么意思啊？不是你神经病吗你？合同只规定了我给你们比赛，可没说不能喝酒啊。你行了，现在不是争这个的时候，好好比赛吧。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出场次序：李涛第1，慧宇第2。哎，等会儿，我最后一个出场。昨晚喝多了，现在头还疼呢。李涛，这是早就已经制定好的比赛计划，你怎么能临时更改呢？不是你咋呼啥呢？不就是个射箭比赛吗？谁前谁后有区别吗？再说了，我作为你们队内的第1高手啊，那不得让我压轴出场啊？你算了，就按他说的办吧。霍云打头阵，我第2，赢第3。这是我们复出后的第1场比赛，大家一定要竭尽全力。是，队长。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看好了，臭娘们，老子教你什么叫射箭。哇！想不到今天水准这么高，复赛第1场就能8点6分。这个分数放在前边几届，那都是半决赛的水准呢。什么？需要投降吗？哇！这句话该我问你，需要投降吗？这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分数？你们一定是在作弊！我能理解你此刻心里的不满，但我还是要非常遗憾地告诉你，你们输了。比赛还没有结束，请双方选手射出第4箭。你是我们队的压轴，就算是输，也不能输得太难看，尽量给我们找点面子来。太好了，我们现在已经有1.8分的巨大领先优势，这一场我们赢定了。有请剑神队下一位参赛选手李涛，稳重点。现在大局已定，只要别出现太大的失误就行。说啥呢？我李涛的水平你还不知道啊？林云姐，他这人怎么这样啊？他到底靠不靠谱啊？看他吃的膀大腰圆的，该不会是个水货吧？他从小就被送到南蚌国学习剑道，前阵子刚回国，应该问题不大。我一推进，放！不好！队长，你看，我们还没有输。李涛，你到底怎么回事？这么点分数，你他妈是故意的吧？请你给我们一个交代。我这不是昨晚喝多了吗？我要是状态发挥正常，一箭射哭他们。那我问你，刚刚明明大局已定，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高难度的射法去冒险？那我这不想着刚从国外回来表现表现吗？这谁知道会这样吗？我下次注意。下次？你他妈才有下次！你知不知道这次为了支付你的佣金，我们都把基建管理抵押出去了？你得负责！拜托，合同只规定了我给你们比赛，可没说一定能赢啊！
再说了，你们队的钱除了请我还能请谁呀？王大，我要杀了你！够了，别闹了，比赛还没有结束。主持人，我们前3轮都是获胜的，虽然总比分落败，但是按照规则，我们还没有完全输，对吧？规则里是有这么一条，你们还能再补射1箭，不过这一箭必须要达到10.5分以上才行，这个可能性几乎为0啊！你们放弃吧，虽然我很佩服你们，但这就是你们的命。不是我贬低你们，按照比赛规则，如果这一届你们不达标，你们会被禁赛3年。宁姐，要不然我们还是放弃吧。这一届，我们绝不放弃。莹莹、慧怡姐、玲玲姐、小林，我们什么都别说了，先比赛吧。就这啊，我还以为多大本事呢，原来就是个打嘴炮的。从他的搭弓姿势可以看出，他的基本功十分扎实。刚才如果是他，那我们就输定了。只可惜平射的最高分数也只有9.5分。流星赶月，不是。哇！我靠，这射哪去了？会把飞机射下来？来了，大家快看！哇！他这是把导弹射下来吗？这得赔多少钱呢？等，我今天有点不太方便，我先去趟卫生间，等我回来再庆祝啊！安静！现在我宣布，本次剑神锦标赛初赛阶段晋级者是……慢着！怪不得我一进赛场就闻到一股馊味儿，原来是几个娘们儿啊！娘们儿怎么了？娘们儿不也晋级了吗？怎么样？是不是很失望？晋级？我要举报他们当中有人没有参赛资格证。按照比赛规矩，不仅要取消他们的成绩，并且禁赛5年。林队长，怎么回事？糟了，忘了小林没阵了。别担心，我有办法。可是他已经完成比赛了，是不是我们剑神队只要出示4本证书就算合格？主持人，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们加上外援，的确可以拿出4本证书，但是刚才射箭的娘们根本就没有证。可是他已经按照规定完成了比赛，既然他没有资格，又是谁让他进来？谁允许他比赛的？又是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你说是吧，主持人？只要你们凑齐4本证书就行。我靠，你这是在违规！闭嘴！我是主持人，也是裁判，规则我说了算。你要是不服气，你来啊！你这是公然作弊，我要投诉你！你去投诉啊！组委会会长是我亲戚，赞助方那是我2大爷，去啊！好，我尊重裁判的意见，但你们得拿出4本证书。这有何难？这才3本呀！愣着干什么？赶紧出示你的证件啊！看我干嘛？我又不是你们剑神队的人，关我屁事啊！李涛，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赶紧出示证件。我没闹脾气啊，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剑神队的人。可是你已经跟我们签了外援合同了，依照合约，你得配合我们。合同？啊，这个是吧？现在没了。你是违约？对呀，违约金我1分不少赔给你们，但是啊，你们输了比赛，禁赛5年。李涛，刚才是我们说话重了，我们向你道歉，赶紧出示证件。这场比赛对我们很重要。道歉可以呀，诚意呢？你想怎么样？你们3个跪下，从我这钻过去。你混蛋！李涛，你非得要这样吗？少他妈废话！能伺候爷是你们的荣幸，你们啊，把小爷我伺候舒坦了，说不定我这个证就借给你们了。哎，好。队长，林云姐，不要！你是队长，你先来，赶紧的，小爷我等不及了。来，等不及了是吧？啊！哎呦！你打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王八蛋！想让我上你是吧？真的！别打！
干啥？好啊，你们敢打我，你们完了！这次就算你们脱光，我也不得同意。闭上你的狗嘴！比赛固然重要，但是尊重更重要。希望你能记住这顿打，以后学会尊重女性。精彩，实在是精彩！不仅无证比赛，还在赛场打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会是什么后果。打人这事儿我可以不追究，是他有错在先，但是证书这事儿我实在没办法帮你拿。不必了，不就是禁赛5年吗？我们剑神队等得起。出什么事儿了？苏玲姐，我们成绩被取消了，还要禁赛5年。为什么？因为，算了，回去再说吧。等会儿，就算成绩被取消，那也得有个原因吧？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你个婆娘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们剑神队弄虚作假，难道不应该被禁赛吗？我们弄虚作假，请你们拿出证据。非得老子说明白是吧？你连个资格证都没有的人，还在这里浑水摸鱼，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谁说我没有资格证？你一个破清洁工，有个屁证啊！昨天我们刚查阅过，根本就没有你的名字。你是智障吧？昨天能代表今天吗？哼，海水爷，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你仅凭了1天时间就把证给考成了。对了，难不成你是传说中的考神，疯考必过那种？你怎么知道我在1天之内考不了证？笑！当初花荣会长足足花了2个星期才拿到证，你竟敢说你1天就能拿到证？你算什么东西啊！小林，快别说了，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等会儿，你刚才问我算什么东西？难道我说错了吗？啊，你一个小小的清洁工，你说你算什么东西啊？倘若我拿得出来证呢？你要是拿得出证书，我趴在地上直播吃土。你要是真能拿出证书，我袁安随你处置。好，倘若我拿出来证书，那你就跪在地上承认自己是狗东西，喊100遍。你要是拿不出证书，就扒光衣服去裸奔。一言为定。好，小林，你别冲动。放心，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失望过？今天裁判先生也在场，那就有劳裁判先生替我们主持这场赌约。愿意效劳，放心，等会儿你裸奔的时候，我帮你疏散观众，保证不让更多的人看见啊。这就不必了。这是我的证书，请过目。他真的有证书？小林姐，你真的只有1天就拿到证书了？你们都在等我，我又怎么会让你们失望？天哪，简直不敢想象！小林，你真的太了不起了！袁安，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赶紧跪下学狗叫100句！等会儿，这不对呀，这证书的颜色和我们不一样，假的吧？对，这个证书跟我们不一样，难道是你伪造的？好啊，你居然敢伪造证书！我看你是想终身禁赛了。小林，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伪造的？我说了不算，你们说了也不算。裁判先生，麻烦您告诉他们，这本证书是真还是假？这证书的材质、上面的防伪以及印章都不像有问题，唯独就是这个款式，我从来都没见过。听见了吧？裁判都没见过，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说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啊？你就算是要伪造，你也找本真的去照着做呀，跟个白痴一样。哎，对了，按照约定，他是不是得去脱光衣服裸奔了？快点儿，兄弟几个都等不及了。不需要我帮你啊，放心，我会很温柔的。想脱衣服，去脱你妈的吧！你是想违约吗？刚才所有人都听见了，而且还有裁判。你要是违约的话，今天根本不能走出这里。剑道以诚信为尊，倘若今天我输了，我自然会履行诺言。但在此之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请裁判先生回答一下。什么问题？你刚才说这上面的防伪、印章还有材质都找不出来什么问题。确实是这样，但这款式我没见过。你没有见过，不代表没有，所以不能直接判定这本证书就是假的。得了吧，连外壳的颜色都不一样，你还他妈狡辩吗？
照你这么说，你是人，袁飞雪也是，你总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你是袁飞雪吧？你又怎么知道我不是袁飞雪？哎呀，裁判，我看这个女人啊，直接是疯了，在这里胡搅蛮缠。我建议你还是立刻对她执行措施。裁判先生，如果这本证书是真的，但是你判定为假，那你的职业生涯可就要完了。裁判先生，你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我可以调组委会执法队过来，一看便知。万万不可！执法队要是来了，就不是终身禁赛这么简单了。要是还有意外，可能会坐牢啊！怎么，怕了？你们刚才不是口口声声说是真的吗？既然是真的，那你们害怕什么？哼，你个小小的清洁工，以为靠撒泼耍赖就能蒙混过关了吗？我告诉你，在我袁文正行不通。我劝你立刻承认，否则执法队一来，可就变了。要么坐牢，要么裸奔，你自己选。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吗？哎，当然有了，那就请韩队以及各位美女陪我们去旁边的酒店好好商量商量。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满口污言秽语，龌龊至极。我不打你打谁？混账！反了！现在你就算脱了衣服求我都没有用，我马上通知执法队，你就等着坐牢吧。用不着你来打，执法队的电话我来打。执法队的人马上就来了，是真是假，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哼，还死鸭子嘴硬啊！我再重复一次，这件事要是惊动了执法队，就不是裸奔这么简单了。你得去坐牢！哎，大家都把他看好了啊，别让他跑了。待会儿执法队来了，我看他怎么哭。小林，别怕，执法队要是来了，你先别说话，让我先去交涉。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女人伪造证件，扰乱竞标赛秩序，快把她抓起来！你好，我是剑神队队长，苏林是我的队员，伪造证件是我指使的，如果触犯了法律，责任我来负。凌云姐，别说话，上一边去，剑神队需要你，知道吗？可是小林，别说了，你是整个剑神队的希望，凌云姐不希望你就此陨落，她希望你能带着剑神队走得更远，你明白吗？哎呀，好一个姐妹情深啊！连这种罪都敢忍啊！你以为这样就能瞒天过海了吗？我作证，这本证书是他们整个剑神队一起伪造的，谁也脱不了关系。最好把他们抓到一起去坐牢。都给我闭嘴！我们办案需要你来教吗？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更不会错抓一个好人。这件事我们需要调查。同志，我没有说谎，我们的证书都是红皮的，而他的却是金色的。这不明摆着作假都做不明白吗？等下，你说什么？金色的证书？对，就是金色的。这众所周知啊，剑道协会的证书都是红皮的，这娘们考了个金色的过来，简直是蠢到家了！给我闭嘴！那本证书在哪里？真是金色的。我没说错吧？连颜色都搞不清楚，还想造假？要我说，这娘们就是脑子不好使呢。闭嘴！懂个屁！这是剑道协会的最高级别 S 级证书。什么？这，你是不是看错了呀？这我们剑道协会就只有红色证书啊，根本就没别的颜色呀！住口！你不知道，不代表没有。我在加入执法队之前，曾是1级剑道师，花荣会长是我的表哥。你觉得我能看错吗？这就算有别的颜色的证书，他从没证到有证，这只花了1天的时间，这根本就有问题啊！啊，1天？对，1天。你想想看，自从剑道协会分等级以来，目前最高纪录还是花荣会长创下的2个礼拜。可这个娘们1天拿证，可能吗？就是。队长，我看这事没那么简单，1天就拿证，这根本不现实。这样吧，我给花荣队长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必了，我来了。
会长好。真的是花会长，好帅呀！花会长，您来的正好啊！这个女人伪造证件，还强词夺理。伪造？这本证书是我亲自颁布的，何来伪造之说？什么？花会长，您会不会搞错了呀？他从没证到有证，他只花了1天时间啊！这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啊！你不相信不代表不存在。刚开始我也不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会长，你不会偏袒这娘们吧？剑道协会的考试有多严格，我想必你们都清楚吧？每一个环节都有监控和多名权威的专家。如果你们不信，欢迎随时来打假。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花会长，你怎么来了？我料到他们会质疑这本证书，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正好撞上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正好现在花会长在，请你们履行你们之前的承诺。你给我跪下吃土，你跪下承认自己是狗东西。我们刚才就随口那么一说，开个玩笑，你还当真？给我跪下！花会长，能请您帮我说句话吗？难道你真的要我当着这么多人面前下跪吗？我爸那可是剑道界的老人啊！做人诚信为本，如果连诚信都没有了，那我们剑道协会的人不都是卑鄙小人了吗？所以，请你现在立刻遵守你的承诺，不然的话，我将把你们永远逐出剑道。啊！不要！我跪，我臣。袁大公子，到你了。行，今天我认栽，你们给我记住，今天对我的羞辱，我会让你们死不复还。我是狗东西，我是狗东西。大家快来看啊！袁大公子正在做自我介绍呢。我是狗东西。你慢慢叫，我们就先告辞了。我是狗东西。记住，叫100声，一句也不能少。我是狗东西。我是狗东西。花会长，如梦不弃，我想请你去我们剑神队看看。我正有此意，苏小姐，请。我是狗东西。我是狗东西。哎，连玉姐，我怎么觉得他们两个还挺般配的？胡说，花会长是我的，等会儿我要把他打晕。今天晚上我要开荤了，走吧。我是狗东西，我是狗东西，我不会放过你们的！操！废物！都是因为你！我今天才会遭受如此大辱，你该当何罪啊！院长，息怒，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我就是没想到苏岭的娘们半路杀出来，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院长。你也不是故意的，今天我就饶你一死。你给我记住，我袁家和你交易的事情，你最好给我烂到肚子里。滚吧！谢袁绍开恩，谢袁绍开恩。爸，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呀？人呐，想在这个世上立足，就得心狠手辣。他知道他事情太多了，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爸教训的是，不过我现在特别担心那群娘们儿，尤其是叫苏宁的那个清洁工，剑术出神入化，我担心我们战神队难以应付。那个女人的出现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外。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觉得她特别像一个人。你是说袁飞雪那个小贱人？
没错，虽然他们二人容貌不一样，但他们两人的神态、性格，还有射箭时的一些细节，都像极了飞雪。你是说，袁飞雪没有死？这怎么可能啊！我用的可是西域巨驼，那能毒死一头大象的，而且我是亲眼看着他进到火葬场。住口！人家说了多少次了，这件事不用再提。要是当初你要是稍微争点气，有他一半的剑术，我也不至于对他下此狠手。我的这番苦心，你明白吗？我懂，袁飞雪就算是剑术再了得，她也就是个女儿身，迟早要嫁人的嘛。我们袁家的衣钵绝对不能落到一个女人手上。只可惜他和他妈一样，冥顽不灵，总是提什么规则和道义，不肯跟我一条心。否则我也不至于对他母女下此如此狠。当你什么时候悟出了第14剑，那天就是你的剑术大成之日。同时，所有的谜底也将全部揭晓。袁飞雪没有完成的使命，那就留给苏林去完成吧。前辈，前辈，14剑，14剑。到底什么是第14剑？我做不到。小林，你怎么了？这么晚还在练啊？林队长，我就是睡不着，过来看看。你脸色好像不太对劲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可能就是没有休息好。没几天就要总决赛了，我还挺紧张的。有时候想想，这一切好像做梦一样。我们一个3流的小队伍，居然能杀进决赛。队长，你这话可就说错了。咱们剑神队可一直都是超一流的强队。当年袁飞雪还在的时候，谁听到剑神队这3个字都哆嗦。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算了，不提这些。小林，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得如实回答我。好，什么事儿？你不是原来那个苏林，对吗？队长，这大半夜的，你在这开什么玩笑？我不是苏林，还能是谁啊？不，你不是苏林。虽然你什么都没变，但是你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你身上，我无时无刻都在感受到一股奇怪的气息。什么气息？他回来了。谁？剑神袁飞雪。队长，太夸张了，我怎么能跟袁飞雪相提并论呢？我最多就是和他射术比较像而已。也许吧，但不管你是谁，始终都是我们剑神队的人。3天后的总决赛，我希望你能带领剑神队重回巅峰，拜托了。放心吧，队长，3天后不仅是剑神队重回巅峰的时候，也到了某些小人该清算的时候。我看看，还真是啊！这夕阳红队、蜀州第一温柔队，还有高质量猛男队，我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呀？好啦，能杀进8强的队伍啊，实力都不简单，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这次我们剑神队齐心协力，重回巅峰！重回巅峰，耶！林姐，你确定他们是来比赛的吗？我也有点迷糊了，这次的对手还真是特别哈。我总算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夕阳红队了。听我的口令，靠近点儿，再向前点儿。对，小一点，小一点。好，1、2、3，茄子。哇塞，没事了，我发个网，我也发个朋友圈。好的，好的，好的。再来一下，再来。哎，先别拍了，先过去跟对手打个招呼吧。哦，好，走，打招呼去。好的。你好。我们是夕阳红代表队的，我是队长老李，很高兴和你们一起同台切磋。哎，你很像我的孙女。爷爷您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和你们一起比赛。来。
这个你们拿着。这是待会你们输了哭鼻子的时候擦眼泪用的。我们可厉害着呢。下面我宣布本场的比赛规则。本轮比赛为以矛击盾，射穿墙体，命中后面的箭靶方可取胜。若是双方皆无法完成，将会进行加赛，每名参赛队员仅有1箭机会。下面我宣布比赛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夕阳红战队。老孙，你们2个人起身。好。完了，和这群老头老太太比中箭，就算赢了，脸上也不光彩。别想太多，他们能挺进8强，肯定有他们的过人之处。先看看再说。我宣布比赛开始。老婆，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神雕侠侣走火的厉害。老公，情意绵绵雨，干柴烈火箭，老当益壮，出击！中了！老李，跟你们上了。情比金坚，以翼双飞。出击！兄弟，没看出爷爷奶奶们这么猛，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只可惜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儿，已经很不错了。他们这么大年纪还能张弓搭箭，射出这么高射准的箭法，实在是让人敬佩。爷爷奶奶，晚辈苏玲斗胆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就是传说中几十年前的神雕侠侣和鸳鸯双侠？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啦，现在没有什么大侠，只有4个身子骨快入土的老头老太太啦。4位前辈，晚辈凌云代表剑神队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先别行礼，这赛场上只有输赢，没有岁数。你们赢了我们再说吧。你们这么说啊，就好像你们俩没赢我们似的。你们俩都说什么啦？人家小孩子好心好意跟我们打招呼，都几十年了，还这副德行。你们别往心里去啊！他们俩从年轻时候就是这样子，几十年了没变过。两位爷爷说的没错，赛场上确实只论实力。现在轮到晚辈献丑了。李玉姐，我刚检查了墙体，这堵墙里面还掺杂了一些高强度的分子材料，想要射穿它还真没那么容易。看来当年的神雕侠侣和鸳鸯双侠果然不是白叫的，难以想象他们年轻的时候有多强。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赢了比赛再说吧。小林，这样的比赛方式我也是第一次见，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你们只管瞄准箭靶的位置放箭就行。直接瞄准啊？可这堵墙怎么射过去啊？要不我们还是合力吧？就按小林说的办吧。他现在说能把天上的太阳射下来，我都相信。剑神队，你们可以开始了。姐妹们，准备好了吗？开始吧。不会吧？就这么平射？女人就是女人，她们以为绣花了。这么坚硬的墙体，她们要是不讲究配合的话，凭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做到。哎，听我口令，我说放的时候，你们就放箭。明白。就这？我还以为多牛逼了，连墙皮都没射出来，搞笑！哎呀！哇！准备，放！剑神队3支箭上靶，剑神队胜！我们赢了！这也太离谱了！他们怎么做的？肯定作弊了！我们申请抗议！说说你们的理由。为什么他们的墙体圆的跟豆腐渣似的，在分辨出作弊？就是啊！如果你们对墙体有怀疑的话，我们接受任何检查。走，我加墙体。奇了怪了，这墙没啥问题，为什么你们的箭跟穿豆腐一样轻松？那是因为墙体第一箭的时候就被震动了。丫头，我如果没看错的话，这就是传说中的颤箭，是吧？让前辈见笑了。前辈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使用了颤箭。啊，颤箭，还真有这种箭法？
参见是啥玩意儿？那是一种通过特殊的激发方式，让羽箭在飞行过程中高速旋转，命中目标之后，羽箭的后方会产生一种特殊频率的震颤，从而破坏目标的分子结构，让目标在短时间内松软数十倍。我靠，这他妈是比架子修仙！哈哈哈！没想到小小的年纪能够练就如此的剑法，我这下见到后继有人了。多谢前辈夸奖，晚辈多有冒犯，侥幸略胜一筹，还请前辈们见谅。这赛场上只有输赢，没有什么冒犯，而且我们这个岁数了，胜负已经不重要啦。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射箭，我就是最幸福的。我去你的！你看我的媳妇干嘛？你看你的媳妇！你这个老色鬼啊！年轻的时候就对我闺蜜图谋不轨，你现在一把年纪还贼心不死，走，回去跟我跪擦板去！真好，他们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可以在一起射箭，这样的友谊和爱情真让人羡慕。或许这就是剑道的魅力吧。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这样的爱情真让人羡慕。行了，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多准备一下，下场比赛还有硬仗要打。听说我们的对手跟我们一样，也是一支女子射箭队。不是说我们是唯一一支女子射箭队吗？不知道，据说蜀州队刚开始是4个男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集体住院了，然后就由他们的家属顶替了。这也行，不过也好，这样就不用跟那群普信男掺和在一起了。别掉以轻心，这支队伍可没那么好对付，弄不好一个不小心，我们就栽他们手上了。这是支怎么样的队伍呀？他们来了。哇，全是大长腿，不愧是温柔队呢。你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没，我就是有点害怕。害怕？你怕什么呀？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哇，这个美女，你们的裙子好短，腿好白，哥哥好喜欢，能跟你交个朋友吗？我也要，可干死你们了！丽，过来。哎呀，美女，有什么需要哥哥效劳的吗？道歉。哎呀，你别那么凶嘛，美女，哥哥呀是真心喜欢你。老子数到3。美女，你发脾气的样子真可爱。2。哎呀，美女，你打算怎么惩罚我呀？只要你开心，皮鞭、蜡烛都行。3。那小子也完了。跟老子干！别打！这也太狠了吧！你以为呢？蜀州暴龙这个称号，你闻到这玩的？可是你害怕什么呢？我去年结的婚，娶了一只暴龙。怎么样？感觉幸福吧？他还好，至少每个月初1、15不打我。给老子跪倒！等一会儿，好你龟儿祖坟！他们为什么比赛随身携带搓衣板啊？常规操作罢了，他没带铁钉板就已经很给面子了。你们好，我们是蜀州第一温柔队，很高兴和你们同台竞技。哦，你们好，我们也很开心能和你们一起比赛。哎，别害怕，我们蜀州姑娘都是很温柔的。哎，一会儿比赛结束，一块打麻将。那我们先去准备了。他们好像也挺温柔的嘛。他们凶是凶，但是温柔也是真温柔，要看对谁吧。直来直往、爱憎分明的，也挺佩服他们的。你们也快点准备吧，他们的实力可一点不比他们的脾气差。看来这场比赛有看头了。本场的比赛为仙人指路。比赛开始后，幕布上的圆孔会随机亮起，每次亮起的时间为0.2秒。射手需要在亮起的时间内射入圆孔，记5分，反之则扣除1分，最终得分高者胜出。看来这届锦标赛规则难度比以前高多了，这样的比赛规则闻所未闻。这样的赛制，除了考验射手的精准度以外，对射手的反应力也是极大的挑战。0.2秒的射箭，1分1毫的差池都不能出现。小林姐，这次又得靠你了。
这种比赛方式我也是第一次见，先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根据抽签结果，本场比赛由蜀州暴龙队，说错了由蜀州第一温柔队首先出场。加油！预备，开始！小心！哇，好快的反应速度！啊，别！今晚8口，7万9条，清一色杠上红，4个胡牌。好！我勒个去！9.8破纪录了！苏州美女牛逼！哇，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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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号，看你开枪了吗？不好意思啊，献丑了。接下来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一会儿比完了过来打麻将。这可是半决赛啊，他们怎么做的这么轻松的？姚吉，他们只要有麻将就行了，别说是半决赛，就是天塌下来了，他们都能打2拳。看得我都手痒痒了。小林，这局怎么比啊？我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小林姐，我的速度肯定没有蜀中那几位姐姐厉害，你可别指望我跟他们射出一样的成绩。放心吧，有我在。走，该我们上场了。还是老规矩，我先射箭，你们按照我出箭的方向射。这样真的可以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开始吧。好，听我口令，预备，开始！哇，这又是什么东西？既然利用羽箭飞行产生的尾流，带动另外羽箭的飞行轨迹，这是赛场上才会罕见的技巧。居然，剑道也可以！再来。我靠，满分，满分，牛逼坏了！牛逼啊！厉害，牛逼，牛逼！精彩绝伦的比赛，真是一场。哦，牛逼，真他妈牛逼！10分满分，我操！快跑！让你说话了吗？对不起，10分满分啊！满分又怎么样？老子这把牌要出不了，又归到明年去。啊！哇！冠军，冠军，冠军！加村队冠军，冠军！谁干的？出来！耶！别喊了，是我。我靠，小泡菜，谁他妈让你们来的？给我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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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这里是大夏剑道锦标赛，请你们出去。他们是来比赛，为什么要出去？袁公子，这里是大夏剑道锦标赛，他们没资格参赛。谁说他们没有资格的？他们现在是我们战神队的队员，参加比赛合情合理。可是他们是小菠菜呀！组委会没有规定不能请外援吧？难道你们大夏人害怕了吗？他们大夏国的人害怕是正常的。剑道本就源于我们泡菜国，大夏国的剑道其实就是从我们那里剽窃的。现在小偷见到了施主，当然害怕了。你放屁！我们大夏人玩剑的时候，你们泡菜国还在树上摘果子呢。偷了东西还不承认，你们大夏人真是无耻！啊！谁？狗日的小泡菜！老子数到3，立刻道歉！呀！你这种死女人，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要是在泡菜国，你早就不知道死了100遍了。大夏国的女人就是没教养，不像我们泡菜国的女人，哪敢跟我们男人大声说话？龟儿子，去死吧！注意注意，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
主持人，你们，哎，你别和我说话啊！我不认识你啊，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应该是你。我错了，我错了。说，剑道是哪个国家的？这是你们大厦的。谁小偷？我泡菜国是小偷，还尊不尊重女性了？再不敢了，再不敢了。这孩子，龟儿子，呸！大叫老子心直。走，继续打麻将。你说你们来大厦干什么不好？偏偏又去挑战暴龙队，我看你们真的是泡菜吃多了，把老子吃坏了吧？岂有此理！这里是擂台还是赛场啊？啊！你身为裁判，竟然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公然行凶！哎，说啥子？我啥也没说呢。我说，他们活该挨打。愣着干嘛？怎么赶紧比赛呀！我宣布，大夏剑道锦标赛总决赛正式开始，由战神队对阵剑神队。姐妹们，沉住气，我们离冠军就差一步了。今日就是重振我剑神队巅峰之日，加油，加油！呀，还冠军呢？啊，你们恐怕还不知道你们的对手是谁吧？那可是泡菜国的总冠军。你们还有脸说呢？明明是我们大夏国人的竞标赛，你们还请4个泡菜国的外援，真是没福气，狗汉奸！你，袁绍，不用和这种女人动嘴皮子，我们男人靠的是实力。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剑道正宗。少废话，放马过来吧！都准备好了吗？如果都准备好了，我就要宣布比赛开始。等一下，又咋了？你们大夏的剑法太差，作为剑道发源地，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剑法。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来解释吧。按照规则，我们战神队作为上一届的卫冕冠军呢，有权利制定决赛催的规则，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规则。这没毛病吧？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双方队员各射一箭，目标箭靶上谁的箭最多，谁算赢。就这么简单？对付你们大夏国，如果用太难的方式，显得我们有点欺负人。大言不惭，有本事上最难的，谁怕谁？你还是先过了最简单这一关吧。林云姐，他们这明摆着瞧不起人嘛，真是气死我了！千万别掉以轻心，他们泡菜国比赛向来手脚不干净，我看这次也不简单。我也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先看看再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强盗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手脚不干净的毛贼。根据抽签结果显示，本轮比赛的先后顺序由战神队定夺。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等着吧，他一定会让我们先的。这一局我们先。我没听错吧？剑道有云，先者为后，谁先出手谁就失去了优势。所以，我们作为泡菜国，发挥我们的体育精神。所以这局我们先。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你们泡菜国还讲体育精神了？先看看再说。我宁可相信太阳从西边出来，也绝不相信这帮小泡菜会讲体育精神。战神队成绩4支羽箭上靶。下面有请剑神队出场。这么简单，我先来。小林，我总感觉不对劲，他们泡菜国到底在搞什么鬼？我也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先看看再说。莹莹，沉住气，千万别大意。放心吧，不就是羽箭上靶吗？我就不信了，他们这还能玩猫腻？重剑无锋，出击！怎么回事？这就是你们大夏剑法，连最基本的羽箭上靶都做不到，也好意思说你们是剑道发源地，真是脸皮厚。莹莹，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呀，我这一箭明明很认真的，可是不知道这怎么会改变轨迹呢？我知道了，是强磁，箭靶是用特殊强磁做的，所以在箭簇接近的时候，就会被巨大的磁力强行改变方向。裁判，我们抗议，他们作弊！裁判，我们之前并没有说我们的箭靶不是强磁，是他们自己射术不精，也好意思怪到我们箭靶上。啊，
2块剑靶都是强磁做的，我们也是，你们也是，有问题吗？实在抱歉，这的确不能判定为作弊。这场比赛你们输了。原来以你们大夏剑法这么轻松啊！你们输给我们泡菜国不丢人。除了剑道文化，你们大夏国的文化都来自于我们泡菜国。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们就像儿子输给了爸爸，天经地义呀！大言不惭，我堂堂大夏，岂容你这种鸡鸣狗盗之辈污言秽语？你们龙虾人全身上下就是嘴最硬吧？你们这么厉害，还不是我们手下败将？谁说我们输了？我们还有3剑的机会。你有病吧？就算你们3剑全部上榜，比分也是3比4，有个屁用啊！娘们就是娘们，磨磨唧唧。是我们是没有赢的机会了，但我们大夏女人可以输了比赛，绝不能输了风骨。总比有些人口口声声男子汉，但却总比给外邦人做狗的贱骨头强10000倍。袁绍，不用跟这种女的一般见识。既然他们想比，那就让他们比喽，反正结局都一样。说的没错，他们想要继续丢人，那就成全他们。混蛋！这一箭我来射，我跟你一起。慢着，区几个小泡菜，还轮不着这么大费周章。这一轮我一个人就行。小林，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宁可输掉比赛，也绝不能让人看笑话。放心吧，霍雨姐，我知道怎么做。小林，我知道你很强，也总会创造奇迹，但现在大局已定，已经无法回天了，所以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赢得体面一些，所以还是大家一起吧。谁说我们一定会输呢？小泡菜，你们给我看好了，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剑术正宗。你们大夏女人是不是脑子都有病啊？结局都一样嘛，你还大言不惭的，我看你们是白痴剑道。你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如果你们真的能赢，那我们就向全世界承认，你们大夏才是剑道的发源国。但如果你们输了，就得向整个世界承认我们泡菜国才是剑道的发源国。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看见没？他心虚了，不敢答应，这就说明他们早就知道我们泡菜国的悠久历史，所以才故意不敢回答的。你之前不是还嘴硬吗？怎么心虚了？来，把手机都拿出来，把这一刻记录下来，对，发到网上去，让全世界看看我们泡菜国的剑道文化。小林姐，加油啊！不好，这盘陶瓷的磁性太强了，我的青蓝13剑恐怕无法对抗如此强悍的磁力，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愣着干嘛？赶紧出剑啊！是不是不敢啊？刚才不是还嘴挺硬吗？怎么心虚了？我看你们快点投降吧。小林看上去有些不太对劲啊。昨天晚上我也看见他有这种表情，让人很担心啊。要不我们还是把小林姐叫回来吧，她这样还挺吓人的。啊，裁判，他们一直不发剑，难道我一直等下去吗？苏小姐，请注意时间，你还有半分钟。青鸾13剑，相思，穿心，青黄，游龙，鲲鹏。我知道什么是青鸾14剑了，你还射不射？赶紧投降吧！你们大夏的剑道是垃圾，就这么难吗？大夏剑道就是你祖宗青鸾14剑返璞归真。快，降到此里，降到此里啊！队长，我赢了！加神队，加神队，加神队！不错不错，你这一剑有我们泡菜国的几分皮毛。只不过我们剑法有4个，你们只有3个，按照规则出来，冠军属于我们。啊，是吗？小泡菜，你们输了，现在是5比0。赢了，我们赢了！加神队，加神队，加神队，冠军，冠军！这不可能，这天底下没有人能碰得了这剑法上的磁力。裁判，他们一定是作弊了，他们一定是作弊了！哎，你闭嘴！我忍你很久了，你有什么证据认为他们是作弊？我看你是贼喊捉贼，恬不知耻！要不是我答应我老婆不惹事，我今天非得我打死你！我欠你们有这样的实力，刚刚我跟你们打赌，你们为什么不肯进？
小泡菜，你们给我听好了，剑道自古以来就发源于我们大夏文明。我们大夏人玩剑的时候，你们的祖宗还是个猴子呢。我之所以不和你们打赌，是因为剑道本来就是我们的，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赌。一群愚蠢且自大的小泡菜，成天把文化挂在嘴边，殊不知就是你们心虚的表现。人越缺什么，越努力证明什么，这点都不知道，还敢出来丢人现眼。我们的祖先当年让你们的祖先从猴子变成人类，要不是我们的祖先，你们怕不是还在树上摘桃子吃吧？你们永远记住，大夏人是你们的祖宗。你们4个赶紧滚回你们的泡菜国吧！我们剑神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做到了！今晚我们一定好好庆祝一下，不醉不归。我同意，我一定要和小玲姐好好喝一杯。小玲姐，你这是干嘛？你要出门吗？今晚我就不参加了，你们玩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小玲姐，你不来，这庆功宴还怎么开呀？小林，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大家呀？算是吧，不过是我自己的事情，需要我自己去解决。好，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告诉我们一声。刀山火海，姐妹同心，刀山火海。凌云姐，小林姐怎么这么奇怪啊？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跟上去看看比较好吧。不用，我大概已经猜到她想要做什么了。她既然回来了，有些事情是要解决比较好。她？凌云姐，这话什么意思啊？她是谁？谁回来了？这个世界上啊，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要搞清楚。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剑神队。剑神队，剑神队，耶！废物，一群废物！不是说你们泡菜国天下第一吗？现在怎么样了？既然让我们战神队说给一群娘们儿，以后让我们袁家怎么做人啊？你给我闭嘴！记住，我们不是你袁家的仆人，你没有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放肆！在我的地盘上打我儿子，你们是不想离开了吗？给我跪下！袁家主，你花重金把我们请过来，就是如此待客的。哼，若是你们赢了比赛，莫说是打我儿子一巴掌，就是给我一巴掌，我也笑相迎。可是你们输了，你们就得付出代价。王八蛋！既然敢打我，我命令你立刻给我跪下！跪下是吗？你混账东西，给我放箭，射死他们！该跪下的应该是你们。参见主教，剑气化形，你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我师父，泡菜国剑道总教剑王朴不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朴不成先生，你远道而来，闯我袁家，所谓何事？看来袁家主也是爽快之人，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本座此次前来，是想跟袁家主合作。怎么个合作法？袁家主，我请问你，你们袁家想不想一登大夏剑道之魁首？想，日思夜想。难不成朴主教来帮我们？闭嘴！我袁氏无功不受禄，剑王先生如此慷慨，想必是有什么条件吧？条件是有一个，我们想请袁家主帮助我们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哦，什么东西？众所周知，我们泡菜国有着无比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同时也是剑道的发源地。但是你们大夏国近年大肆宣传，蒙蔽世人，让别人以为这些文化都是你们的。所以呢，我今日前来就是想跟袁家主合作，帮助你们登顶大夏国剑道之魁首，同时用你们的影响力告诉世人，剑道是我们泡菜国的。其实这也算不上条件，就用我们泡菜国的一个成语，这叫物归原主。不知袁家主意下如何？你们笑什么？我笑你们狂妄自大、愚蠢无知、厚颜无耻；笑你们狂妄自大、愚蠢无知、厚颜无耻，找死！袁家主，你知道你的这个态度会给你们袁家带来什么灾难吗？我当然知道，也许从今天起，海城就再也不会有我袁家了。
很好，既然你知道还敢跟我作对，我给你开的条件有百利而无一害。我真的很好奇，你拒绝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嘛，好，我告诉你，我承认我袁天雄是个卑鄙小人，为了名利，我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做过。但有一条，剑道是我大夏的，要我出卖剑道，那是绝不可能。你少在那装好人，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发妻，还有你的亲生女儿袁飞雪，都是被你害死的。你就不怕我把真相告诉大家吗？怕呀，我做梦都怕呀！但我宁可遭世人唾弃，宁可粉身碎骨，身败名裂。想要我出卖剑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剑道是我们袁家的信仰，我们做的这些龌龊事，那都是我们的家事。要我们伤天害可以，但要我们出卖剑道，做梦去吧！呸！好，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我就送你们父子2人上路。谁？出来！出来！出来！是你。是你。宗教，就是这个女人坏了我们的事儿。原来是你，我正准备解决完袁家的事，就去找你，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了。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对我呀？好，很好，我非常看好你的天赋。我想收你做我的关门弟子，然后让你加入我们泡菜国籍。以后我会把我的毕生所学全部倾囊相授。恭喜啊，苏小姐，我们总教可是从来不收女弟子的。等你加入我们泡菜国国籍，到时候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弘扬泡菜剑道啊！我想送你们4个字。哦，哪4个字？厚颜无耻。死女人，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这群狂妄无知的小泡菜，内心卑鄙阴暗，坐井观天。就连你们的泡菜都是从我们大夏传过去的，你们自以为是，成为全世界的笑话，还有脸在这跟我说？你是个死女人，混蛋！怎么，我刚才说的话戳你心窝子了？这么容易就破防了？做贼心虚这4个字太适合你们了。好，现在就让我把井川心杀了你！小心，此人剑术了得。布阵！我这是什么剑法？竟然会破了我几十年的修为！大夏剑法，小泡菜，你们输了。不可能，不可能！大夏的剑法竟然怎么会这么厉害？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姑奶奶，是我们错了，我们卑鄙无耻，剽窃了你们的文化，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们今天才认识了真正的剑道正宗，你们大夏才是剑道正宗，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记住，剑道是一种精神，不是你们争名夺利的工具。滚回你们的弹丸小国，好好反省，再有下次，我绝不轻饶。多谢手下留情，多谢手下留情。
了，爸，我要不要叫救护车？不用了，你先退下，我和苏小姐有话说。你明知道他们都伤不了我，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你都知道了。虽然你容貌变了，但我知道是你回来了。你别以为你这么做我就可以原谅你。不，我的错不可原谅，我只想我的死能让你心里好受些。上天让你回来，一定有使命等着你去完成。谢谢你，让我知道剑道不分男女。谢谢你。姐，我也知道是你，对不起。希望你们下辈子可以好好做人。袁飞雪没有完成的事情，就让苏玲来完成吧。剑神姐姐，你可以教我射箭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花荣。